嘿，大家好，我是 Leslie。在上一个视频里面，我跟大家分享了如何用 ChatGPT 来写 VBA 的代码，然后间接的去操控 Excel， 去完成一些批量的操作。在那个视频里面，我只是举了2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去说明如何利用 ChatGPT 来操控我们的 Excel， 只是提供了一种思路而已。我看到在下面有一些人在评论说他写的代码有很多错误，或者说他也不过如此其实并不是这样的。ChatGPT 它只是作为一个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或者说学习效率的一个工具，并不是说能够帮我们解决一切问题。所以如果说你对 VBA 一无所知，然后你让 ChatGPT 去写 VBA 代码，有时候可能会出现错误，你甚至也没办法发现。所以如果你想要 ChatGPT 帮你去写代码，或者说完成一些复杂的任务，特别是代码 IT 编程这方面的任务的话，你最好是有一些编程的知识，或者是对那门语言有一些了解。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呢，我就想来跟大家延伸上一个话题，就是如何用 ChatGPT 来帮助我们去更好的自学编程。因为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教程和资料也有收费的，也有免费的，有可能有很多朋友花了很多的钱去参加一些学习班。但其实有了 ChatGPT 之后呢，我觉得学习编程会变得更加的容易和简单，因为ChatGPT 相当于一个随时随地的在我们身边的这样一个 tutor， 一个老师，他有用丰富的知识，对各种编程语言都能够信手拈来非常厉害。所以有了它之后呢，我觉得就没有它的必要去参加一些很贵的付费的学习班，可以先自己自学一下。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能够坚持大量的动手去敲代码去实践，而不是只是去看教学的视频。那下面我根据自己过往的自学的经历，然后结合一些实际的案例来跟大家分享4个步骤让 ChatGPT 更好的帮助我们去学习编程。那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让 ChatGPT 帮我们去规划我们的学习路径，然后给我们提供一些好的学习资源，以及帮助我们去制定学习的计划。首先你应该要明确你的学习目标是什么，因为你的学习目标不同，那你后面的路径和资源以及计划都不一样，对吧？比如说同样是学习 Python， 有些人他可能是为了学习 Python 去写爬虫，有些人他主要是专攻数据分析，或者说机器学习，对吧？它有不同的领域。所以呢，你首先要告诉 ChatGPT 你是要学习什么。比如说我在这个句子里面写我要去学 JavaScript， 然后是为了什么 Web Developing， 然后我告诉他我要6个月里面就要完成，对吧？然后让他去帮我们制定一个详细的学习计划路径，然后在这个计划里面也要包含这个详细的学习的资源，就是比如说一些网站、一些视频一些书籍等等，对不对？当然的话，你可以修改一下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比如说你的语言不同，你的目标方向不同，然后你的时间维度不同，你可能需要3周或者是之类的4周然后可以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修改。那么让他去做一下，然后他列出了6周计划，对不对？第1周我们学习什么？比如说变量数据的类型，以及这些控制结构、函数，对吧？数组，它也提供了一些网站，对不对？包括它链接。然后第2周学习什么？所以大概看了一下，它还是非常的精准的，还是非常符合我们学习的这个顺序的。比如说像 DOM， 对吧？学习 DOM 是放在这个基础部分语法后面，这些还是比较客观的，比较准确的。OK。这个是我们第1个步骤。当然的话，你也可以让它包含一些 YouTube 的 tutorials for each week。当然的话，如果你觉得这个周的计划太过于宽泛了，你可以把它更加细化一点，可以写break down the weekly plan to daily plan with actions。然后他把每1周分解到了每1天的，对不对？这样你有更加明确的这样的学习计划，你按照每1天的这个顺序去学习就可以了。OK， 那我就让它停止
然后呢，我们看第二个步骤，在第一个步骤里面，我们已经把整个学习已经把它分解成了每一天的，那相当于我们把一个很大的话题、很大的一个学科，把它分解成了一块一块的一个小小的知识点，然后我们就是去尽量的去理解每一个知识点，对不对？遇到不懂的知识点或者我们很难理解的知识点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让 ChatGPT 去解释它，然后让我们更加明白那个小的知识点是什么意思。举个简单例子啊，比如说可能你对于函数这个理解不是特别深入，然后你可以让 ChatGPT 去向你解释一下，然后把你当做一个完全的初学者，对于编程没有任何经验的，然后让他去解释。还是不是很难解释一下。他还给了你一些非常简单的例子啊，让你去更加明白、更加容易的去理解这个概念，函数这个概念，对吧？这个就非常理解。你可以，比如说你还不理解的话，你可以写give me more code example。他会写更多的这个代码的例子，然后来解释这个函数，它其实就是一段代码功能的复用，你可以不断的去调用它，对不对 ？OK， 那我把它停止啊。那比如说你如果不明白这个 function declaration 和 function expressions 的区别，你也可以让它去解释，比如 what is the difference， 对吧？你可以去让它解释，然后 with some examples， 它会让它结合一些例子来解释，所以你可以更清楚的理解不同的概念和一些非常难以理解的知识点。那当我们把每一个知识点都各个击破之后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需要去大量动手写代码。因为我们只是看教程的话是没有太大作用的，因为你即使看懂了，然后你自己来写的时候，你还是没办法下手。那学习代码的唯一途径就是大量的动手去敲，你一定要自己去写，而不是只是看，对吧？那我们可以让 ChatGPT 给我们出一些练习题目，对不对？让它来出题目来考我们，然后我们自己写了之后来对照它的标准答案，是不是？比如说我让他写一个 while loop， 一个循环让他不要显示这个暗示或者答案，大量的练习帮助我们去更好的掌握它，对不对？然后我们也可以让他展示这个答案，然后我们去对照，或者说我们可以去修改一些参数或者是变形比如说这个 while loop， 我们让他用 for loop 重新去写一遍，因为它可以转变，可以等效的，对不对？这样的话我们不单单是了解这个知识点，而且我们非常灵活，是可以举一反三。第4个环节呢，就是让 ChatGPT 去写一些小的项目或者是任务，然后我们去观察它的代码，去尽量的理解它的代码，然后尝试自己去编写。比如说你把 JavaScript， 比如说你 simple JavaScript quizzes about while loop， 你可以把这个改掉，对不对？写一个任务，然后或是我们不让它出这个答案，我们先自己写，然后让它展示这个答案，然后我们再去对照，对不对？所以我们再回顾一下第一个步骤就是去确定目标和规划我们的学习路径和计划。第二个呢，就是让我们去分解每个知识点，然后通过它去解释，以及去大量的练习，然后把它各个击破，理解它每一个概念。最后呢，就是让它去写一些小的项目或者是任务，然后自己去尝试着去写，然后去对照。这样的话，通过大量的练习，我们才能掌握它。OK，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点赞，谢谢大家。